嗨 ，baby 们，我是你们的挖美小甜。你是否觉得今年上半年的国产剧有点惨淡？2019上半年好歹有部都挺好大爆，今年终于在6月份出了一部可以封神的国产剧《隐秘的角落》，没有意外，基本就是今年最佳了。谁能想到今年芭莎的夏日限定是这对呢？悬疑犯罪题材由于相对小众，即便剧集质量相比其他题材质量要高，出圈难度也很大。为什么《隐秘的角落》这次能够出圈？因为它足够优秀，并且无一短板。《隐秘的角落》改编自紫金传小说《坏小孩》，原著作者被部分读者吐槽文笔差，比喻特别好笑，比如像印度飞饼一样扑过来，眼泪像兰州拉面一样流了下来。却没有一个人否认他小说的故事性。他一开始就把凶手告诉你，但你还是会忍不住一口气看完。主创团队 get 到了紫禁城会讲故事这一优点，开头就抓人眼球。在山顶上，一个青年男子帮岳父岳母拍照，拍了几张不满意，帮老人调整了以下姿势。前一秒是眼露凶光的杀人犯，后面又变成了着急呼喊的女婿，好家伙，还有两副面孔，让人背脊一凉。每集的结尾都卡在了关键的地方，留下悬念，观众看得欲罢不能。第6集结尾，孩子们坐着小船在天上飘，梦境美好又烂漫。歌词到飘向西天的时候，镜头立刻切换到一具在海上飘的尸体，惊悚度爆表。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？背景是在一个南方沿海的小城市，朱朝阳是个总拿第1名的学霸，父母离异，父亲重组了家庭，有了妹妹，而他和母亲一起生活。本来以为又要度过和以前一样无聊的暑假，多年未见的好友颜良来找他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小女孩普普。原来2人是从福利院逃出来，要给普普的弟弟攒钱凑医药费。3个小孩在一起结下了深刻的友谊。爬山拍照录像的时候，无意间拍到了杀人的过程。之后，普普为了帮朱朝阳出气，教训他的继妹，结果3人吵架，妹妹意外坠楼。朱朝阳和2个小伙伴一边和杀人犯斗智斗勇，一边又要隐瞒妹妹死亡的真相，于是乎大人和小孩之间的博弈开始了。原小说的尺度比较大，比如书中妹妹的死因变成了失足坠楼，未成年人犯罪不分年龄的恶意，原来黑暗的主题被淡化了。观众当时抱着一颗算了，能过就行了，不苛求了。没想到带着镣铐跳舞，却跳出了孔雀舞。有一个片头预告，日记本上滴的血随后被涂改液覆盖，意味着被掩盖的真相，也是本剧最大的伏笔。后面几集，特别是最后1集的最后1分钟，给了一个开放性结局，来了一个反转。为什么普普写信说少年宫那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，也没有告诉颜良？明明他跟颜良说了，所以他是隐瞒了什么？当时第3集3人吵架，朱晶晶失足掉下楼的时候，朱朝阳跑去窗台，普普说他掉下去了。最后1集朱朝阳的回忆里，普普的话变成了他要掉下去了。这么说，朱晶晶当时是不是还挂在外面？再配合上案发现场朱晶晶挂的衣服，更加细思极恐，所以朱朝阳是对妹妹见死不救，还是上去推了一把呢？颇有原小说那种黑暗的味道。虽然由于审核删减了很多镜头，大大影响了后几集的质量，不过幸好隐秘主创团队深知讲故事要对观众友好这一点，即便删减了镜头，也保持了叙事的完整，而且它的反转不刻意，因为有很多细节的支撑，反复强调你是相信童话还是现实，把决定权交给了观众。此处拉踩一下切断时间烂尾的2部剧，狠狠地渗透了我的心。这才是开放性结局啊，一个有完整叙事的结局，而不是留下到处都是 bug 和坑的结局。因为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留白，反而让网友们纷纷大开脑洞，纷纷抓住剧里的细节分析了起来。结果主创团队接受采访的时候开始打假，这个魔方有时候3节4节，甚至有一段时间消失了，一定是暗示着他的善恶。假的，其实是因为后面那个魔方不见了。其他海报配的是 The Bad Kid， 但是日记背景的海报是 The Bad Kid 而不是 Kids， 唯一的坏小孩。没有，应该是截图没有截全。虽说网友们猜错了，但创意还是不错的。大家一起猜剧情和氛围，也是这部剧的魅力之一呀。洒了一滩水，有人看到的是星星，有人看到的是月亮。主创团队不想写纯粹的恶，更想
探讨人性，因此电视剧里的每个人物更加丰富饱满了。比如张东升秃顶，没有生育能力，事业平平，学生也不尊重他。他对岳父岳母小心翼翼，妻子鄙视他、嫌弃他，对他早已没了感情。电视剧铺垫了他逐渐黑化的过程，特别是参加亲戚聚会这段，简直真实到不行。问你在哪里工作？哎呦，你这个事业不算事业编制。我同你讲，没有野心就不能算男人。把社会对男人的隐形压迫也表现了出来。本来以为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但他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将其喜欢的数学神采奕奕。对小女孩，他又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温情。可惜正片删掉了他买3份套餐边吃边哭的那段。灵魂人物朱朝阳的形象也更丰满了。刚开始收留朋友在家里，又担心他们偷东西，他专门早起，用头发在贵重物品上做好标记，一个心思极重的小孩形象就出来了。紫禁城之前接受采访说，朱朝阳的原型就是自己，父亲的形象就是照着他爸爸写的。从小父母离异，父亲对他很冷漠，母亲带大他，自己一旦亲近父亲，母亲就会不开心。电视剧放大了这一点，朱朝阳的阴暗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来源。同学的霸凌，爸爸的漠不关心，后妈和继妹的刻薄，特别是父母的离异，让这个孩子逐渐变态。爸爸被牌友提醒，才发现儿子穿着旧衣服、旧鞋子。时隔几年来到孩子的房间，熟悉又陌生，努力找话题，看到儿子的奖状，夸了一句，结果还是去年的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这就是一个对儿子不重视、不关心的爸爸。原著对妈妈的笔墨不多，形象较为扁平，最多在儿子面前骂骂前夫一家。电视剧对单亲妈妈的描写更为细致，为她增加了一条感情线。一个离婚带娃的母亲有了新恋情却不敢公开，害怕道德舆论，是一个有情欲却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中年人。电视剧更着重刻画了他对儿子的控制欲，他对儿子的要求是好好学习，忙于工作的他可以忽略儿子在学校和同学相处不好的问题。地下情被儿子发现，让他在儿子面前颜面扫地，逼儿子喝滚烫的牛奶，这段是他要拿回对儿子的控制权，重新树立威严。孩子下意识避开他这种脱离他控制的行为，让他无法接受。再加上婚姻的失败，感情的不顺利，他把怨恨发泄到了孩子的身上。是妈妈对你不够好吗？你爸爸根本不爱你，塑造出了一个我都是为你好，我都为你牺牲了这么多的歇斯底里的家长形象。这段同《小欢喜》里英子和妈妈吵架一起并列窒息的国产剧家长 Top 2，简直就是现实生活中单亲家庭的缩影。这也是这部剧区别于其他悬疑剧的地方，通过原生家庭来展现人性，这也是主创团队想要的。原生家庭问题也引发了观众的共鸣，这也是这部剧出圈的原因之一。全员演技派。继《山海无证之罪》之后，秦昊老师又贡献了一个经典电视剧角色。这次他演的杀人犯张东升，面无表情的时候，全身上下连同他的那颗痣都让人毛骨悚然。起杀心要杀人的时候，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假笑，让我还有机会吗？变成了出圈的梗。秃头这个设定还是和导演讨论出来的。张颂文老师演出了一个有点钱的小老板形象，他为这部剧提供了很多生活化的意见。打牌和打麻将的区别就是他提的。他被夸的最多的是吃云吞的片段。女儿去世之后，他独自吃女儿的那份云吞，桌子歪了，他紧绷的那根弦也断了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但我更喜欢这段，好不容易带儿子出去买东西，结果现任打电话硬要过来。爸爸接电话前先用眼神瞄了一下儿子，接完电话之后又跟儿子解释，儿子不搭腔，他的假笑逐渐消失，演出了一个心虚内疚的父亲形象。他其实并不是不爱儿子，形象立刻立体了许多。近几年，张颂文老师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温和的教学态度，逐渐被大众所熟知。祝老师早日买到大房子。刘琳老师是大家熟悉的演员，看电视剧的小伙伴肯定不陌生。监控室对峙，被分手依旧倔强的吃橘子，逼迫儿子喝牛奶，这几段都发挥出了影后级别的水平。王景春老师不用说了，他的表演不带痕迹又生活化，最惊喜的当属小演员们。导演开了上百个小孩，制作团队找了上千名，才找到了这3个小宝贝。是彭源，大家看中他有颜良身上的野性和正直。荣梓杉演出了一个早熟内向的朱朝阳，和刘琳、张
宋文老师搭戏丝毫不怯场，普普的扮演者王胜迪太灵啦！团队选中他就是看中他的感受力，一双大眼睛就是满满的故事感，一看就是有天赋的小孩，共情能力特别强，把自己带入到了电视剧里。导演是辛爽，是综艺《幻乐之城》的总导演，在电视剧领域上他是个新人导演，但他的镜头很有想法，有几组镜头最妙，颇有寓意，脚象征着妈妈的情欲，妈妈和情人会面，丝袜配凉鞋，隐晦又暧昧。地下情要曝光的时候，破了的丝袜露出了红色指甲油的脚趾，妈妈下意识把脚缩了回去，代表她要决定隐瞒这段感情。之后几集，她就换上了不露脚趾的鞋子，一只苍蝇掉进了碗里，代表孩子的心灵被逐渐污染。玩摇滚乐队出身的辛爽更是用心对待配乐，夹杂了自己的私货，还找了丁可配了一首阴间 BGM。朱朝阳发现父亲算计自己，配上苍蝇嗡嗡嗡的声音，我们知道他黑化了。除了优秀的镜头和配乐，支撑起这部剧的是一个个小细节。这是一部值得反复重刷的电视剧，你每看一遍都会发现新的小细节。道具有的是从网上购买的，有的是从垃圾场上淘的，他们还淘出了经验，岛上货比较多，坚持能实景就实景，只是为了让演员能更好的带入，发挥出更加真实的表演水平。我感受到了南方老城镇的烟火气，楼下琳琅满目的小卖部，玻璃瓶汽水和维他奶，小孩子们在小卖部门口开心的喝着饮料，身上全是汗的他们在嬉笑打闹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炎热的夏天。正是这一个个吹毛求疵的小细节，才造就了这一部剧，才让这部剧从取景、选角、镜头、配乐都做到了高分，且无一短板，堪称网剧中的顶级配置，甚至是做到了电影级别的质感。剧组工作人员们努力不敷衍的态度，再次证明了一点：内容才是王道，用心的团队才能做出优秀的作品。好了，今天蛙妹就讲到这里，关注哇哇哇妹，蛙妹在这里等你哦。